海外媒体引用美国高官的话说，习拜会即将登场。那对此您怎么看？中美关系有进一步稳下来的迹象吗？主持人好，到目前为止，中国尚未宣布习近平主席是否出席 APEC 旧金山峰会，是否与拜登总统会晤。但是呢，从两国近期的高层互动看，中美关系在改善。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新加坡举行的蓬勃创新经济论坛致辞中说，中美近期开展的重要高层次互动释放了积极的信号，也提升了国际社会对未来中美关系改善的正面预期。中国愿意同美国加强各层次的沟通对话，推进互利合作，妥善管控风险。这表明旧金山中美元首会晤是大概率的事儿。上月底呢，王毅外长说，通往旧金山之路不能靠自动驾驶，中美双方都要共同努力。中美两国呢，在维也纳举行外交政策磋商，在北京举行首轮海洋事务磋商，在加州举行气候变化会谈。美国派出最强代表团参加了上海进博会，美国呢首次在进博会上设立了展馆。本周一呢，中美罕见的在华盛顿举行核武器军控会谈，这是奥巴马政府以来中美首次举行这样的会谈。今天起呢，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开启访美行程，将与美国财长耶伦举行2天的会谈。而耶伦2天前呢，就在美国媒体发表专文，释放了力求同中国维持稳定和健康经济关系的信号。这些呢，均表明中美在双向互动，都在努力沟通，化解误会，希望促成中美元首会晤，让中美关系稳下来、好起来，回应国际社会的共同期盼。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中美之间结构性矛盾依然难以调和，中美战略竞争依然严峻，双边关系依然比较脆弱，随时呢可能发生变数。中方已经发出呼吁，中美关系要实质性改善，那么就得回到巴厘岛，切实落实两国元首巴厘岛重要共识，方能推动中美关系止跌企稳，尽快回到健康稳定发展轨道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透露，新一届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将在几周内举行。那这是否意味着中欧关系也会好转？中欧关系是否好转与中美关系状态有很大的关联，因为欧盟呢总是看美国的脸色。拜登政府把中国视为头等战略竞争对手，欧盟呢就配合美国，把中欧关系圈定为关键经济伙伴，也是全面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当然呢，中欧关系也有特殊性，即便在中美交恶的时候，欧盟呢还是比较克制，不像美国那样极端，与美国的脱钩断链、小院高墙保持着距离。而中国呢，也一直在劝解欧盟，这中欧关系不针对、不依附，也不应受制于第三方。所以说呢，如果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谈得好，能改善中美关系，那么中欧关系呢可能会好转。今年呢，这个中欧关系有3大契机：一呢是中欧今年呢迎来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二是中欧在新冠疫情后重启高层交往，双边关系呢发展势头向好；三是欧洲国家在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中吃了不少的哑巴亏，各国经济都受到了重大的影响，有的陷入衰退。那么中欧关系呢保持稳定和向好，有助于欧洲走出经济衰退。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欧盟内部比较难形成一致的对华政策。况且呢，欧盟计划要对中国的电动车、风能、钢铁企业进行反补贴调查，这呢不是改善中欧关系，而是危害中欧关系。欧盟呢要改善中欧关系，得首先取消对中国企业进行反补贴调查的计划。好在呢，中欧企业界、产业界的合作，这个受泛政治化、泛安全化的影响比较小。除了半导体产业以外，中欧在金融服务、绿色能源、高端制造业方面都有良好的合作。那么在第6届上海进博会上，欧洲近700位政府和这个企业参加了，并且签署多项的合作协议，对中国市场的盈利增长持乐观态度。中欧企业合作和市场共融也可能呢推动中欧关系加以修复，然后
向合作共赢的方向前进。中美关系持续呈现止跌企稳的积极迹象。本周，中美在华盛顿举行的4级军控和防扩散磋商，释放出双方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积极信号。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何立峰应美国财政部长耶伦邀请访美，则让外界看到世界最大的2个经济体努力使全球经济更加稳固的希望。8号的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在回应相关问题时再次表示，中美双方都同意朝着实现旧金山元首会晤共同努力。应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邀请，何立峰于8号至12号访问美国。美国财政部表示，耶伦将于当地时间9号至10号在加州旧金山同何立峰举行为期2天的双边会谈，旨在进一步稳定双边经济关系，并在关键经济问题上取得进展。耶伦6号还在《华盛顿邮报》发文预告，双方将就宏观经济和金融发展情况交流信息，并将重点放在能够取得切实进展的具体高度优先的经济议题上。外界关注，这将是中美2国经济领域高级官员在4个多月内的第2次会晤。今年7月，耶伦访华期间就曾与何立峰举行会晤，双方主要围绕落实中美元首巴厘岛会晤重要共识，就2国和世界经济金融形势、合作应对全球共同挑战等进行了深入、坦诚、务实的交流。会谈具有建设性。耶伦访华后，中美在9月宣布成立经济工作组和金融工作组，就经济、金融相关问题加强沟通和交流。这是2018年美国特朗普政府放弃双方定期会面机制后，中美首次恢复定期经济对话。10月24号和25号，中美经济工作组与金融工作组分别以视频方式举行了第1次会议。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何立峰在美与耶伦举行双边会谈期间，由美国财政部、中国财政部和央行于10月倡议的新经济和金融论坛也将同期召开。实际上，这也是对中美经济领域工作组框架内开展工作的进一步推进。观察指，相较于中美在地缘政治、科技、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尖锐矛盾，双方在经济和金融领域的商谈空间更大，属于低垂的果实。这也是耶伦所说能够取得切实进展的具体高度优先的经济议题。这一次见面是对之前的一个呼应，所以这一次见面是就前2次提的一些内容再进一步的往前推。中美之间的这种工作小组最终以什么样的形式，或者说形成一个常规化的机制，具体的一些议程的安排可能会更加的能落到实处。值得注意的是，耶伦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的署名文章中，尽管依然强调力求保护美国重要国家安全利益，但他同时释放出与北京维持稳定和健康经济关系的信号。他表示，2国有义务建立开放的沟通渠道，防止分歧升级为冲突。因为2国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的40%，建设性的经济关系不仅是美中整体关系的稳定力量，也有利于2国及其他地区的工人和家庭。上海美国商会会长郑毅日前接受中国国际电视台采访时也强调，中美双方实际上都从紧密的经贸关系中受益，商会会员、美国公司均反对脱钩。Talking about 2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number 1 and number 2, and I think we're looking for win-win solutions here, not zero sum, and decoupling is not an option because decoupling is in no country's interest. 此外，按照美国驻华使馆的说法，何立峰访美期间，美方也会寻求在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方面开展合作。中国和美国相对来说，它在全球的经济体量以及彼此之间的经济粘性都是非常大的，所以产业链它是一环扣一环。如果中美之间的这种产业链出现了一些断裂或者其他的问题，自然也会波及到全球的经济。一方面，比如说是全球的一个债务的减免，或者说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债务，我们作为领头的国家，然后能做一些什么事情，让全球的金融更加稳定。涉及到这一次的 APEC 会议，还有专门的财长会晤环节，双方也要就一些具体的事情和其他的 APEC 成员国进行沟通。国际媒体还极为关注当地时间6号，中美在华盛顿举行的4级军控和防扩散磋商。本次会谈由美国国务院负责军备控制的助理国务卿斯图尔特和中国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孙晓波主持。
根据中国外交部网站8号发布的消息，双方围绕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五核国合作、核安全、防扩散与出口管制、深化履约、外控安全和常规军控等广泛议题，深入、坦诚、建设性交换了意见。双方强调，应保持沟通交流，以增进互信、积累共识、管控分歧、探讨合作。中方阐述了在军控与防扩散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强调中美应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对话合作。中方强调，双方应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切实尊重彼此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增进战略互信，致力于维护国际军控与防扩散体系，实现世界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美国国务院网站8号表示，双方举行了建设性会谈，就军控和防扩散相关问题进行了坦诚而深入的讨论，是为保持开放的沟通管道和负责任的管理中美关系持续努力的一部分。美国国务院发布的声明还表示，需要促进稳定，避免无限制的军备竞赛。And reducing strategic risk, and this engagement will continue efforts to responsibly manage the relationship and ensure competition does not veer into conflict. 那这一次的话，它跟我们实际上是一个磋商机制。磋商的话，其实跟谈判有很大的不同。磋商它只是一个协商，然后谈判它可能有强制力和执行力。所以我们这种只是一个相互的一个了解，并没有说我一定要达成一个所谓的谈判承诺。实际上，根据上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访美期间与美方达成的一系列共识，近期中美多个战略沟通渠道相继恢复，包括外交政策、海洋事务、气候变化问题等。而中美军控和防扩散磋商与其他话题相比，由于其敏感性，令外界最为关注。深圳卫视注意到，不仅是中美，中国与其他主要国家，比如法国、英国等，也有类似核磋商的安排。不过，受新冠疫情和特朗普政府时期对华政策的影响，中美此类磋商曾一度停滞。中美上次举行此类司级军控磋商，还是在2019年7月，由时任中国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傅聪、美国负责国际安全和防扩散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福特与北京共同出席。在那之前，2018年4月，两国负责军控的4级官员也曾在北京举行会谈。而中美上次举行副部长级战略安全与多边军控磋商，则要追溯到2016年5月奥巴马政府时期。若将视线拉得更远，中美围绕裁军和军控问题的磋商，早在1984年便已开始。时隔4年多，中美再次围绕高敏感的涉核领域进行磋商，并重点讨论如何降低误判风险，被国际舆论形容为罕见、重要、鼓舞人心。观察指，在全球军控进程出现一系列倒退、奥库斯和延伸威慑危及地区安全的背景下，中美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2个常任理事国，都有义务、有必要将国际军控、裁军、防扩散进程向前推进。中美恢复和军控磋商，凸显出中美战略沟通正在逐渐走向深入全面。对于中美客观认识对方战略意图，共同维护全球军控和核裁军进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具有积极意义。中方一直都是在倡导和平，所以对于这种军事竞赛，我们也不支持。我们可以谈一谈彼此的想法，同时也对美国提出的一些要求进行自己的立场阐明。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可以对美方提出自己的要求，不要把过多的精力放在军事上，而是要放在民生和经济问题上，真正的让老百姓有实际的福利。正在访问新加坡的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8号在出席第6届蓬勃创新经济论坛并致辞时表示，最近一段时间，经双方商定，中美之间开展了一些重要高层次互动，这些互动释放积极信号，也提升了国际社会对未来中美关系改善的正面预期。韩正表示，中美关系稳下来、好起来，是两国各界和国际社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与美方加强各层次的沟通对话，推进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合力应对全球性挑战。值得注意的是，中美各层级各领域对话磋商加速恢复，舆论普遍认为是为中美领导人在旧金山会晤所做的准备工作。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8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美双方都同意朝着实现旧金山元首会晤共同努力。同时，通往旧金山不会是一马平川，不能靠自动驾驶。双方要切实重回巴厘岛，把两国元首的共识真正落到实处，排除干扰，克服障碍，增进共识，积累成果。
据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透露，中欧领导人会晤将在12月举行，届时他将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一同来华参加。自去年底疫情结束后，中欧高层互动逐步恢复并稳步推进。若中欧领导人会晤这一双方最高级别的对话机制重启，将对稳定重要但复杂的中欧关系起到怎样的关键作用？来看报道。当地时间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盟大使会议上谈及巴以冲突与俄乌冲突时，强调与世界大国沟通合作的重要性。他透露，中欧领导人会晤将在几周内举行。And this is why we have invested in intensive dialogues with Beijing from our high level, I think it was 4 high level dialogues, now to the upcoming EU-China summit that we will have in a couple of weeks. So cooperation with China on global issues is possible, and it is happening. 冯德莱恩表示，在动荡的时局下，欧洲更应该聚焦关键关系，而中国正是其一。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is one of the most intricate and important anywhere in the world, and how we manage it will be a determining factor for our future economic prosperity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se turbulent times, there is strong need for strategic stability in how we deal with China. 据悉，中国欧盟领导人年度会晤机制是中欧双方最高级别的政治对话机制和定期会晤机制，始于1998年。历次会晤涉及的议题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一般来说，中国国务院总理代表中方与会，欧盟方面则由欧洲理事会和欧盟委员会负责人作为代表与会。去年4月，第23次中欧领导人会晤以视频方式举行，今年的会晤则有望成为4年来首次线下会晤。目前，中方尚未宣布相关安排。就冯德莱恩本人来说呢，这也是他年内第2次访华，这也凸显了是说欧盟目前对华关系的一个重视。我们看到6月呢，欧洲提出了去风险的战略和经济安全的战略。那么我想这2个战略都对中欧关系有一些比较深切的影响。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近期全球局势也发生了一些比较大的变化。在年底之前的话，我们有望就这1年来整个中欧关系做一个回顾性的总结和一次这种比较大规模的这样一种线下的交流，我想是非常有益于中欧关系的发展的。本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德国总理舒尔茨举行视频会晤。提到中欧关系时，习近平指出，中欧关系关乎世界格局稳定和亚欧大陆繁荣，值得双方全力维护好、发展好。中国将欧洲视为全面战略伙伴和多极化中的重要一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也在7号同爱尔兰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马丁会谈时提到，今年是中欧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作为全球2大力量、2大市场、2大文明，中欧合作大于竞争，机遇多于挑战。外界注意到，近期中欧高层互动颇为频繁，已在战略、经贸、环境与气候、数字等多层面展开对话。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东布罗夫斯基斯在京共同主持第10次中欧经贸高层对话。10月，王毅在京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举行第12轮中欧高级别战略对话。而在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也有包括法国、希腊、爱尔兰、匈牙利在内的多位欧洲领导人及要员访华。实际上，自2022年下半年至今，中欧关系就开启了全面修复企稳的重要时刻。先是舒尔茨携多名德企高管访华，紧接着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法国总统马克龙也相继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冯德莱恩还与马克龙联袂访华。英国《金融时报》此前评论称，欧洲与中国互相表达了善意，但双方也坚持了各自的原则。长期观察中欧关系的人士指出，中欧关系复杂且面临不小挑战，欧洲对华的心态也非常矛盾。近年来，欧洲对华坚持伙伴、竞争者、制度性对手的3重定位，在欧方有需要的领域寻求与中方合作，但在去风险的错误导向下，欧方又同时陷入认知偏差，企图遏制中国发展。例如，今年早些时候，欧盟委员会发布经济安全战略，旨在增强欧洲在关键领域的独立性，削弱中国等系统性竞争对手的能力。9月，欧盟宣布正式对中国产电动汽车发起反补贴
贴调查。上月，欧盟又开列关键技术清单，确定中国在人工智能、半导体技术、量子计算和生物技术4个领域严重威胁欧洲经济安全。作为欧盟内部对华强硬的代表，冯德莱恩也表现出矛盾并极力寻求平衡的心态。他一方面反对与中国脱钩，但提出对华去风险。值得一提的是，对华去风险的说法后来也被美国等多次引用。而在最新讲话中，尽管冯德莱恩毫不讳言地指出欧盟与中国存在明显的竞争关系，但他同时强调，这种竞争可以是建设性的，而不是对立的。We must recognize that there is an explicit element of rivalry in our relationship. But this rivalry can be constructive, not hostile. We see it also in the fight against climate change. There is room to define together common rules and solutions to challenges we all share. 观察指，欧盟方面强调意识形态及制度差异，并上升为政治对立，夸大安全风险，还落实为各种战略，正在对中欧关系造成实质性的负面影响。中欧关系需要放眼全局，着眼未来，稳中求进，最大程度地实现优势互补和强强联合。中欧关系其实存在非常良好的内生动力，这就包括说双方的经贸合作作为一个压舱石的话，它是保持了持续稳定的发展。同时呢，我们在一些新兴的领域，比如说绿色转型、数字转型这些领域呢，都有比较大的合作潜力。双方呢能够互相利用彼此的优势，实现优势互补。正在上海进行的第6届进博会上，琳琅满目的欧洲展品和连续多届踊跃报名的欧洲企业，就是中欧合作互利共赢的最佳写照。据悉，今年共有758家欧洲企业参展，展览面积达11.7万平方米。近年来，无论是参展企业数量还是参展面积，欧洲均占进博会总量的1/3，是名副其实的主力军之一。6号，在进博会的一场重要配套活动——中欧企业家大会上，中欧达成多项合作成果。中国企业与法国、瑞士、荷兰、西班牙等多国企业在基础设施、绿色金融、可再生能源方面等继续深化合作。We are very pleased to be here today because we've just signed a new agreement with ICBC for providing additional financial services. We expect more cooperation and relations with our Chinese partners, both for China market as well as overseas. China is a very important market for us, and we remain confident in our Chinese operations, and we are determined to keep progressing together. 会上最新发布的中欧企业信息调查报告2023显示，86%的欧洲企业将中国作为排名前5的投资目的地，80%以上的受调研企业对盈利增长持乐观态度。在中国和欧洲市场的利润率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受益于中国市场的较快复苏，欧洲在华企业对业绩预期更为乐观。其实他们的意愿还是非常强烈的，而且他们也有利益去这样做，因为我们看到最近一个调查就是德国经济研究所的调查，它就是说，其实2023年上半年德国外国直接投资的16.4%还是流向了中国，那么2022年这个数字呢是11.6%，那这个其实市场方面来说，企业还是持续看好中国市场，所以我们应该正视就是说中欧双方这种互相需要、互相愿意促进合作的这样一个势头，尊重企业它市场下面的自由选择的这样一种意愿。在美国的推动下，8号晚间，7国集团外长会发表联合声明，呼吁人道主义暂停，以便外界提供援助并帮助释放人质。联合声明指，7国集团成员致力于为加沙制定可持续的长期解决方案。这是此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7国集团举行的首次会议。半岛电视台注意到，美国为了让 G7 对外展现团结，做出诸多努力。国务卿布林肯7号结束旋风式访问中东后，立即前往日本，分别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外相上川洋子会面。布林肯在与上川洋子的会面中表示，7国集团一定要以清晰的声音发言。
不过，G7内部就巴以冲突的态度分歧也在逐渐显现。英国的立场与美国相近。英国外交大臣克莱弗利称，英国只支持在特定时间和地点进行人道主义暂停，而不是更广泛的停火。但德国外长贝尔伯克明确表示，他一直在与许多合作伙伴讨论我们如何最终在时间和地理上实现人道主义停火。法国则在行动上支持停火。10月26号，法国对联合国大会呼吁在巴以新一轮冲突中实现人道主义停火的决议投了赞成票，是唯一一个投赞成票的 G7 国家。此外，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将于9号召开加沙地带人道主义会议，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翟俊也将出席。中方愿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尽快停火止战、保护平民、提供人道救援、落实两国方案做出不懈努力。欧洲距离中东很近，那么他们处于同一个地缘政治板块，所以呢，当中东冲突持续发酵，那么它的外溢效应呢，很容易影响到欧洲。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欧洲和美国的内部政治结构是截然不同的。那么当前呢，对于美国来说，它的国内的犹太利益集团势力极为强大，而对于欧洲各国来说呢，那么它国内有着大量的这个穆斯林群体那么他们现在也在这个经常组织上街游行等等，所以呢，也是给这个欧洲各国的这个政府呢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好，相关题马上来连线特约人员更新。更新人你好，布林肯、拜登相继劝说以色列卫国，巴以冲突升级，那这是否说明美以之间的矛盾正在扩大化呢？他们之间确实存在着复杂的矛盾。我把美以之间的矛盾呢概括为昨天、今天、明天的3大分歧。首先呢是昨天的分歧。其实美以矛盾由来已久，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民主党就打定主意要逐渐退出中东，这里其实就包含了疏远以色列的意思。而这次冲突爆发呢，表面上是哈马斯突袭所引起，但实际上正中内塔尼亚胡的下怀。他借机进行如此残酷和过度的惩罚性报复，就是要把这个火烧大，用这样的方式把美国牢牢地捆在中东。让美国最近这10几年希望逐渐离开中东，实际上是离开以色列的这个企图作废，让美国替以色列所有行动买单。而拜登呢，正通过缓和伊核问题、劝说沙特和以色列和解等等，推动美国版的中东和解潮，这些都被这次冲突全面打断了。这是美以之间在这次冲突昨天的分歧。其次呢，就是今天的分歧了，也就是本轮巴以冲突升级之初，美国立即就表态支持以色列，但同时也希望控制这个事态的发展。当以色列在加沙疯狂的、毫无节制的报复、人道主义灾害不断扩大的巨大压力下，美国就要求实施3天的人道主义暂时停火。以色列当时就正式拒绝，同时呢，内塔尼亚胡又变本加厉，提出要长期占领加沙，这是他第一次这样明确地对加沙问题表达中长期的战略部署和构想。这当然就是当着全世界打拜登的脸美国当然马上就明确表示反对。最后呢是明天的分歧，以色列明确表态，只要不彻底灭掉哈马斯就不会停火，实际上就是要把冲突长期化。而且以色列所有动作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潜台词，就是他们一直非常不满拜登对伊朗的缓和态度，因为伊朗是对以色列生存安全的直接威胁。但如果以色列借哈马斯袭击为由刺激伊朗下场参战呢，那么就可能达到借机绑架美国收拾伊朗的目的。但这样的话必然就导致第6次中东战争，这对美国来说无疑是一场重大灾难。美国完全有可能重演在阿富汗的悲剧，这对美国来说完全是一种战略自杀行为。所以我们要注意到美以之间的矛盾呢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极为复杂。它们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双簧，而是具有实质性的、真实且深刻的分歧。尽管冲突初期的时候美国和以色列的共识大于分歧，但是现在美以分歧的增长速度正在快于
共识的积累速度。七国外长会正在日本举行，那他们之间真的能够就巴以冲突达成什么共识吗？七国外长会在这个时候召开，当然是表现了美国的意愿了。但是七国，特别像日本作为东道主，也对巴以冲突有很强的协商意愿。他们都希望在这样一个困难的局面下取得一定的公约数。表面上，他们也会提出一些都不反对的一些措辞啊。但是真正达成共识，我估计会有很大的难度。一贯跟随美国的日本的态度，是和美国的分歧最明显的，也格外的引人注目。在这次巴以冲突开始后，日本就一直很艰难的以走钢丝的方式选择着自己的立场，因为日本的国家利益及对外关系决定了日本难以像对待俄乌冲突那样完全向美国一边倒。日本必须在以色列和中东阿拉伯国家之间保持一种战略上的平衡，因为日本和美国不同，除了文明背景的差异之外日本主要是在能源上对中东地区的依赖度太高了。2022年，日本94%的原油进口依赖于中东地区由于俄乌战争等因素，导致日本难以采购俄罗斯的原油等。这样就使日本原油对中东的依赖度越来越高。虽然加沙地区和以色列几乎不产原油，但是日本必须顾及其他的阿拉伯产油国家的立场，而且战争不断升级也会造成中东石油供应的困难，因此日本不可能采取和美国等相同的立场。在这一点上，其实韩国也和日本相近，当然日本也会尽量靠近美国了。尤其是在口头表达上而美国呢也一直对日本表达了某种谅解。其实美国国内对巴以冲突的矛盾，特别是民主党内的分歧也非常严重，所以不仅仅是七国之间同床异梦，就是每一个发达国家内部，包括美国国内两党内部，都已经是四分五裂了。可见巴以冲突反映的矛盾的复杂性、深刻性和多样性，已经反射在大国关系以及各大国内部的矛盾中。这样一个纷乱碎片化的局面，非常不利于和平发展合作的全球化进程。但这就是现在巴以冲突之后，至少在七国集团或发达国家之间和发达国家内部所表现出的现实状况。当地时间6号，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纽约民事欺诈庭中出席应诉，但庭审期间他言辞激烈，多次攻击法官和纽约州总检察长。即便特朗普大闹公堂，最新的民调却显示其支持率不降反升。这将给即将开启的美国2024年总统大选带来怎样的影响？来看报道。特朗普6号就被控非法夸大自家企业资产净值以获得更好融资条款一案，在纽约民事欺诈庭审中出席应诉。据现场媒体形容，特朗普在证词中火力全开，将庭审当作一场演讲秀。法官恩戈隆一度要求特朗普的律师控制其当事人。You heard him there say that the case against him here is a disgrace, and that's something that he repeated several times on the witness stand. At first, getting an admonishment from the judge not to make speeches. This is not a political rally, Judge Arthur Engoron said. This is a courtroom. And yet Trump persisted. 纽约州一法院9月26号裁定，该州总检察长莉蒂西亚·詹姆斯对特朗普等人以及特朗普集团为获取经济利益而夸大其房地产资产估值等财务欺诈行为的指控有效。因此，在这场庭审中，特朗普的主要攻击对象就是恩戈隆和詹姆斯。He rambled, he hurled insults, but we expected that. At the end of the day, the documentary evidence demonstrated that, in fact, he falsely inflated his assets to basically enrich himself and his family. He continued to persistently engage in fraud. 美媒梳理，目前特朗普正面临4项起诉书中的91项刑事指控，预计他将在未来的1年中不得不花费大部分时间处理这些庭审案件。在寻求重返总统职位的过程中，他可能仍需不断出庭。对此，特朗普已经利用其法律纠纷，把自己描绘成政治受害者。当日，他宣称这场审判非常不公平，并表示希望公众再关注。It's a terrible thing that's happened here. We're taking days and days and weeks. It goes
on, and then you look at the outside world and what's happened. But of course, they're getting their wish because I don't have to be here for the most part, but I sort of do have to be here because I want to be here because it's a scam. 官司缠身的特朗普却通过一场场庭审作秀不断积累人气。在距离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仅剩1年之际，《纽约时报》联合美国西恩纳学院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在6个最具竞争性的摇摆州中，特朗普在亚利桑那州、乔治亚州、密歇根州、内华达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等5个州中都领先于拜登，而且领先幅度在4至10个百分点。而在威斯康辛州，拜登仅领先特朗普2%，这引发民主党的担忧，因为在2020年总统选举时，拜登是这6个摇摆州战场的胜利者。据分析，目前对拜登选情不利的议题包括美国经济、非法移民以及巴以冲突。调查中，59%的受访民众更信任特朗普的经济政策，仅37%的受访者信任拜登。这也是所有问题中倾向差别最大的一个。几乎各个收入水平的选民都认为，拜登的政策给他们造成了伤害。此前，拜登的竞选团队投放了数百万美元的费用来宣传他的政绩，在全国各地巡回演讲，吹捧美国的经济状况，并兜售拜登经济学。但选民们显然并不买账。目前，只有2%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经济状况良好。And on the American side, they blame this administration for inflation, for at least not taking it seriously. And whereas inflation affects every single voter. 德国《每日镜报》网站5号刊登题为《特朗普卷土重来会怎样》的文章，指出，假如拜登不能在解决如俄乌冲突和中东冲突的问题上获取民众信任，那么特朗普很有可能卷土重来，并将毫不掩饰地在他第2个任期内以更加激进的方式治国。作为第24届深圳读书月重要活动，深港共读双城主题海报邀请展香港专场11月5号至25号在香港中环街市展出。8号下午，深港共读双城设计师下午茶分享会在香港举行。策展人韩佳英、刘小康邀请深港两地设计师探讨全民阅读话题，共同推动深港两地阅读文化交流。来看深圳卫视驻港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香港的中环街市，这里也是香港最具文化特色的打卡点。它不仅兼具着文化历史的印记，同时还呈现出年轻时尚的样态。在我身后的传承馆正在开展的是深圳读书月深港共读双城主题海报邀请展，展出了深港两地10位著名设计师围绕深港共读双城主题所创作的海报。在香港专场中，共读双城主题海报陈列在展馆两旁，与多媒体电子海报形成了视觉互补，让展览更具視覺效果和衝擊力。現場吸引了不少香港市民駐足觀賞。嗱，入到嚟咧有一個氣氛好好嘅，咁啊大家咧就俾啲海報圍住，咁同埋咧今次咧又係咁多大師嘅作品喺埋一齊啦。深圳同香港咧兩個城市咧過去咁耐都係好中意做海報嘅，好多設計師。我自己咧過去都睇佢哋做海報做咗可能10幾20年，每次嚟見咧你都係發覺有好多新意喺入邊。策展人刘小康向深圳卫视驻港记者表示，此次海报展在港深兩地均有展出，但在場景呈現上因地制宜，根據不同的場景形成了獨特的呈現方式。呢個點咧有趣嘅咧就係我哋入門口喺外邊都見到啊，因為呢個屏幕咧係好巧妙嘅個彎位咧，就你未入到嚟咧，其實咧見到嗰個喐動嘅影像咧吸引你行入嚟睇。咁亦都呢個係一個主入口啦，咁我相信咧呢度將來嗰個流量，無論佢係唔係真係特登嚟展覽，或者淨係經過都好咧，佢都會俾呢啲形象吸引咗，明白咧，咦我哋應該仲要睇書嘅喎，原來我哋仲有一個嗜好可以叫做閱讀嘅喎，咁樣咯。8號下午舉行的深港共讀雙城設計師下午茶分享會，來自深港兩地的6位設計師以有力無邊思想世界為主題展開對話，分享閱讀、共讀、解讀等話題。香港知名設計師靳岱強表示，深港雙城在文字上分別使用簡體字和繁體字。從文字上來看，共讀雙城既有相同也有不同，但從根本上來說，深港之間山水相連，文脈相通，相信無論在閱讀還是在文化上都能實現更好的雙向交流。深圳同香港呢個就係我哋嘅文化交流最緊密嘅地點。我自己都係內地廣東人，15歲先嚟香港，咁所以咧就嗰個文化嗰個歷史背景咧係好相同嘅特質嘅。
策展人韩佳英认为，此次读书月无论是海报设计还是分享会，都是非常新鲜的尝试，可以让大众从设计师独特视角去感受阅读的魅力。所以我希望设计师的这扇窗打开之后呢，透过文字的表达，透过书的形态的表达，透过其他的不同的角度的理解的这种传递的信号，其实都会给人不一样的